我是几乎不做有氧的，我只会依靠更多的力量塑形训练来达到我的一个短时间耗糖原以及排水的一个效果，一样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出腹肌啊。同学们，你为什么一直练不出腹肌和马甲线呢？几个原因帮你总结一下：体脂率太高，男生体脂在15左右就会出现腹肌，而在10到12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腹肌线条；女生体脂20就会出马甲线，17呢就会出现一个腹肌啊。想要练出腹肌，男生体脂25以上，女生30以上呢，先去做减脂，否则你练得再辛苦，你的腹肌也出不来啊。第二点，你不会练腹肌。如果说练腹肌，总以为练到一定的次数就可以了，那练不出腹肌很正常。真正的练腹肌的大神都说，练到腹肌就是发热，练到火辣辣为止，专门抽出半小时甚至45分钟时间去集中这个部位去锻炼啊。那么其次的时候，要在练腹的过程中啊，也要全程用腹肌去发力，收紧时吐气，把腹腔里的气通过鼻子、嘴吐掉，做慢一点，让腹肌全程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第三个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不够大。腹肌是小肌群，也是耐受肌群啊，健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适应了某个强度的时候，身体就会进入一个瓶颈期，这时候就应该加大训练强度了。比如当你做卷腹做20个、30个，我没感觉了怎么办？那么我就应该去给腹肌额外的负重，杠铃片卷腹、哑铃卷腹、壶铃卷腹，给腹肌不一样的刺激感受，这样才会明显的进步嘛。第四点，可能你有氧做的不够多，腹肌跟体脂是直接挂钩的。想要降低体脂，那么就一定要适当多做有氧，比方说跑步机慢走啊、爬坡慢走啊、楼梯机都是很好的啊。但是我是几乎不做有氧的，我只会依靠更多的力量塑形训练来达到我的一个短时间耗糖原以及排水的一个效果，一样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出腹肌啊。第五个就是要控制饮食啊，3分练7分吃，那我觉得应该是5分练5分吃都很重要啊。有氧做的再多，卷腹练的再多啊，但是饮食太油腻，那么健身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啊。相比于练，如果吃对了，会将你练的基础上啊锦上添花，事半功倍，拒绝暴饮暴食。对于练腹的心得，我分享了这么几点，那么你觉得怎么样才能练出腹肌呢？晒出你的马甲线和腹肌好不好？来看一看。聪哥有氧1个多月了，跳操加空腹爬楼，1个月减了10多斤，但是感觉身上的肉松松垮垮的，怎么回事？长期低碳节食下来啊，他的身体一定是为了分解更多的蛋白质来提供能量，也就俗称的掉肌肉啊，同学们。肌肉掉了之后呢，基础代谢率自然会降低，身体储备的糖原的能力也会下降，那么这样就更容易去反弹和发胖了。正确的空腹爬楼应该是一个力量加有氧的一个结合啊。3餐都应该保证优质的碳水和蛋白质的补充，吃够吃足量的蛋白质，才能给身体一个持续合成不流失肌肉的一个营养环境啊，那么才能做到有氧只掉脂肪不掉肌肉，甚至少掉肌肉啊。同学们要明白这一点好不好？那么你可能会说，我看人家大部分直播间里面跳操的教练啊，身材都非常好，醒醒吧，姐姐，人家跳操跳绳是做主播是工作，是为了赚钱给你看的。那么实际上，人家平时都在撸铁，都在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没有一个好身材不是靠力量训练来塑形的啊。尤其是你减重了，但是还是小腹突出，身上局部会有赘肉的啊，就应该去做有氧训练和力量训练的相结合嘛，做针对性的力量训练，才能让你拥有一个年龄层里身材无敌的好体态。近期呢，我也会推出我的针对性的课程给大家，点赞关注我。我才是能够给到你们帮助的真朋友。你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更高级的身材，那么就必须得去做更难的事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也是爱动脑子，对不对？那些天天喊着减脂必须得靠饿肚子，那些所谓的营养师和博主们，你们真的是要有懂减脂，或者真的有良心的话，就好好教别人怎么去减脂肪，去追求健康，而不是减体重嘛。你看他们掉身之后都什么样了？问我最多的问题啊，就是瘦肚子，体重也下来了，四肢也瘦下来了，锁骨窝都有了。男生呢，四肢细长也瘦下来了，然后唯有肚子圆滚滚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只掉秤掉体重，但是不掉脂肪的一种现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怎么办？这条视频我直接上干货啊，大家听好了。减脂的底层逻辑是今天的分解利用的脂肪大于你的合成。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饮食也好，去锻炼训练也好，都是围绕这个底层逻辑在做。
大家要知道啊，我们的脂肪随时都在合成，也随时都在分解消耗。有热量缺口的时候呢，按理来说你全身的总脂肪是分解大于合成的，但是呢，这边有一个问题，或许你的局部，也就是你肚子上的脂肪的合成和分解持平了，那么所以只有四肢的脂肪的分解是大于合成的，所以你就发现我肚子上的脂肪没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啊。怎么解决？3个点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好。第一个啊，一定要去做力量训练、负重训练、无氧训练，去做高密度、组间休息时间短的一个力量抗阻力 HIIT 训练。别把那些有限的时间全都浪费在低门槛的跳操上面啊，那个不需要动脑子，就像做题一样，你做小学生的题，你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有用吗？而力量训练你是要动脑子的，这个是大学生的题。那么你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更高级的身材，那么就必须得去做更难的事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也是爱动脑子，对不对？第二点啊，就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量，也就是果糖啊，可以把你的主食换成粗粮。那么想要方便更省事的话，直接整代餐粉，方便快捷。全谷物粗粮拉高饱腹感，降低身体对糖以及胰岛素的敏感度。这个方法我在减脂备赛的时候也一直在用啊，体脂率刷刷在掉。那么第3点啊，丢掉你的体重秤，不要看体重，体重只是数字而已，关键得看体脂率啊。那看什么？怎么看？看镜子啊！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照照镜子，这时候就你体脂率最标准的时间段啊，用手捏一下你的皮下脂肪啊有多厚。不知道的家人们怎么测量，去买一把体脂钳，很简单啊。这也是我在减脂备赛的时候测量自己体脂率的一个好办法。就像我们打健体比赛一样，谁会在乎你有多重？我作为裁判员，我就是看运动员在舞台上的状态，看你的皮下脂肪处理的怎么样而已，呈现出来是否美观得体。减肥掉秤不是直接往下了，一定会有这种平台呈锯齿状的波动嘛。只要总体趋势向下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啊？只要你做到这以上3点哦，在秋冬来临之前，让你的肚子再瘦一圈，给自己一点时间，就会在不经意间靠你的肚子越来越小，马甲线也不是梦。所以关键是你现在就要开始，好不好？一起加油！肌肉男拍照之前当然要热身啦，一言不合就开脱，检查一下体脂率。兄弟们对号入座，体脂20%、18、15、13、8%。看一下这个。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练中后束的动作啊，绳索飞鸟的变式，就主要针对于我们肩膀的中后束。注意一下，身体前倾，然后手肘内旋，使用中等的重量。那么交替做完，其实肩膀是很炸的啊。好，训练完我们凹几个造型，下课。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赶紧私信我，我带你练。